大家好，我是扫雷森。就算你没有打算在日本买房，但今天我讲的你能听懂，你绝对有这本事，可以用一套房子滚出100套房子。从美元升息、日元贬值，再到最近安倍遇刺的事件，我们可以看见，美国的资本家已经大力的布局日本的房地产。也因为如此，我也开始跟着资本家剪羊毛的趋势，也去布局日本的房产。大家也知道，我是一个趋势投资人。之前的几个月，我就带着我频道兄弟姐妹一起去做空日元，瞬间的赚钱。其他人不敢高调的叫人做空，我敢。为什么？因为这跟大局观有关。从安倍经济学开始，我们已经可以确定一件事：日本为了刺激经济，可以让自己的钱变得不值钱。也因为如此，日本的贫富差距是非常大的。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在日本，当我们买的房子越来越多的时候，银行是会主动的找上我们，然后用最便宜的利率借钱给我们，让我们买更多的房子。他们甚至会给我们介绍他们内部认可的房源给我们，帮助我们一起赚钱。而穷人打工赚再多的钱，睡醒了之后，钱就不值钱了，他们又要从头来过。那么听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日本的房价虽然是上涨，但涨幅相比其他的地方就很慢啊。我告诉你，因为日本的房子根本不是玩升值的，而最近有很多的房仲打着日本贬值的旗号，然后开始去推日本的房子，因为便宜嘛，你是外国人，那你就可以用更少的钱买到日本的房子。对啊，但怎么买？买哪里？怎么贷款？什么时候买？我告诉你，买房产的话，我只会考虑日本的一个地方，而这些呢，我只会在今天这部影片公开。我希望可以打开大家的大局观，因为当你发现安倍经济学只会帮助聪明的人变成有钱人的时候，同时你买不起本地的房子，也许这是日元的贬值，就是各位进行财富转移的一次机会。我一直呼吁大家在这次房价调整的时候进场，没想到美联储已经预期在2024年的时候降息了，也就是意味着1年半后将会结束这次的剪羊毛，届时机会就会流失。那么你预期今天会非常详细的精彩，因为我讲的话会得罪某些人的利益，所以支持我的兄弟姐妹一定要为我点赞撑腰啊，以免影片被下架。而我还是要强调一下，这频道是专门培养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的。如果你真的不想再错过这些资讯，除了可以订阅我的频道，还可以去 TikTok 关注我扫地僧哦。首先，日本的少子化问题非常的严重，然后年轻人追求躺平，最重要的是，日本每年新建的房子有80多万套，而日本每年出生的小孩也大概有80多万人，也就是说，日本为每一个出生的小孩都准备了一套房子。那这些代表着什么？人口减少，年轻人没有钱，然后房子的供应足够。按道理来说，日本的房价应该是跌的，对吧？至少不可能涨啊。但事实告诉我们，在2012年，也就是安倍晋三上台了之后，日本无论是股市还是房价都开始上涨。原因就是他发射了3支箭，也就是著名的安倍晋三经济学。当年的日本被称作为失落的20年。我记得我小时候，日本还是全球第2大的经济体，日本车、日本手机、日本的家电等等，就是日本的出口都是非常牛的。出口也就是对外卖东西嘛，所以他们就赚到了很多钱。这些钱大部分都是来自美国。美国的资本家看见这样下去不行啊，于是透过操控货币和汇率，一个通胀先把你的资产做成泡沫，然后让你的东西变贵，然后一个通缩瞬间的刺破你的泡沫，让你的资产变得不值钱，然后再慢慢的收割买入你的资产。这就是资本家剪羊毛的手段。之前的影片有更详细的说，很重要啊。所以安倍接手之后，他要让日本重回轨道，于是他就希望从3个方面去救日本的经济，也就是发射了3支箭。第一件，从钱入手，也就是去极端的印钱，让日本短期进入了一个负利率的状态，就是我借钱给你，我还会给你钱作为奖励，目的就是把钱放出去，希望刺激聪明的精英分子不断的来借钱，然后去做生意或者投资，也就是所谓的量化宽松。那第2件就是加大日本政府的支出，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增加一些基建啊，去盖铁路啊、学校啊、医疗啊等等，然后减税，激活更多的行业。简单来说，就是把一些项目给企业家和投资人，你可以理解为派钱。而第3件就是改变整个日本的结构，比如说让更多的女性就业啊。
推迟退休年纪啊，然后允许更多的人移民过来工作啊，所以你会发现，当时日本的失业率瞬间减少。那么这3支箭代表什么？首先让更多人出来工作，然后把他们赚回来的钱透过印钱的方式贬值，相当于向这些打工的借钱，然后用负利率借给有钱人，让他们去做生意和投资。这还不够，国家还会给一些项目这些精英分子，让他们赚国家的钱。然后这些精英成为了有钱人之后，就可以请更多的员工，有能力加薪等等，他们还会买房、买车、消费等等，那么日本的 GDP 就会增加。所以你会发现，日本的日经指数，也就是股市，从8000点涨到了这几年的2-3万，房价也不断的涨，因为日本印的钱有超过80%都是流进这2个市场。其实全世界大部分发达的国家也是一样的，这个世界强者只会帮助强者，富人只会帮助富人。所以有的人就会问，为什么日本这么印钱，依然还是会陷入到通缩的漩涡里面不能自拔呢？其实这个问题一点意思都没有啊！你想，这些精英富起来以后，的确能够带动就业，但你会因此跟着变富吗？不会的，你只能被剥削。说句不好听的，我们老板每天想的就是如何去剥削员工，自古也是如此的。富人垄断了市场，你打工的连跳槽的机会都少了，薪水不给你加，你还要喊加班万岁，甚至通过减少补贴的方式来给你降薪，这叫做剥削，也叫做游戏规则。华尔街经济学如此，安倍经济学也如此，那么你所在的地方是否也一样呢？看起来市场上到处都是钱，实际上老百姓根本越来越穷了，资本家们只好在医疗、教育这2块，谁也没有办法逃的地方涨价了。如果你想要摆脱这样的命运，你就要顺应着规则，去建立起每个月可以为你带来被动收入的轻资产，让你可以在疫情后边旅游边收钱，甚至获得本金，跟着我去操作购买日本房子去赚钱。你现在可以先在影片描述栏上的第1条连接去报名我为你准备的免费指导课，现在完全是免费的，你可以先去卡一个位置，相信我，你这3个月内财富会明显的提升。听到这里，很多人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顾虑，就是日本的一些研究说啊，未来的50年，日本的人口将会减少1/3，那不断减少的人口会不会造成住房过剩啊？其实不止，日本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他们的空置土地还特别的多，因为年轻一辈都不愿意继承上一代给他们的负资产，日本是有遗产税的，所以这完全就是一个泡沫吗？那房价为什么还会涨呢？其实全世界大部分的地方也有这些问题，都差不多的，而日本就是相对比较极端的地方。所以这些数据背后的真相是什么？我告诉你，一个城市里面人口的多少是不会直接影响房价的，而是这些人口里面有多少人能够买得起房子，这才会影响房价。你知道吗？自从2013年奥运会决定在东京举办之后，几年的时间，日本的那些公寓就涨了50%。别以为50%很少，投资回报率是这样算的。比如说，我去买1个亿日元的房子，我投入5000万当首款，然后把房子租出去还月供。那几年后，房子涨了50%，也就是账面上赚了5000万。那我投5000万，然后赚了5000万，其实我投资回报率就是100%啊，因为我有利用贷款的杠杆嘛。当然，扣除掉佣金和其他的税项，回报还是很可观的。这些基本的概念不是我想说的，我想说的是，日本还开放了赌牌，然后世博会也会申办成功之后，日本重点城市办公室的空置率有非常明显的下降。那这些其实代表什么？在2020年前3季，在日本投资房地产的有38%的人都是海外的投资者，这些人已经成为了日本房产的主要买家，而这些人才是真正在日本买得起房的人啊。你可以发现，日本的房地产投资基金呢，有70%的资金都是来自海外。那这些海外投资人来自哪里呢？有一半是来自美国啊。为什么？剪羊毛啊！美国升息，但日本不能跟，只能让货币贬值，只能让你的资产贬值。那结果就是只能等着被美国的资本家抄底买入。你比如说高盛集团，他们就扩大投资日本房产的规模，以前投1000个亿，现在就投2500亿，1倍对吧？而且你会发现，日本在安倍之后玩的依然还是放水，而且还升级了，更疯狂的去印钱了。
代表了借钱给你买房的利率还是很低啊。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去投资日本的房子？其实升幅的话还赶不上香港、台湾，因为日本房赚的根本不是升幅，而是现金流。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之前教大家置换的，他在全球拥有100套房子。你可能会觉得很夸张，但实际上他本来也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他也是靠买房，用1套房滚成10套，再到100套，就好像滚雪球一样。详细的大家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简单来说就是，当你有了第一套房子之后，你拿去放租，3年后它升值了，比如说1000万，升到1500万，你就可以再跟银行做抵押，把一笔钱掏出来。假设你掏了300万，那你就可以拿这300万加上收租的现金流回报150万，也就是拿450万去作为第二套房子的头款，再跟银行贷款借钱，这样就可以买下第二套房子，然后就不断的重复这样的方式去拿下第3套、第4套和第5套。这样做前期会比较慢，但是后期会越来越快。初始房产越多，累积的速度就越快。我朋友累积到50套，花了9年左右的时间，现在每一个月可以滚出1-2套新房的首付，还在野蛮式的增长啊。那为什么日本的房子可以这么玩呢？第一，它借贷利率是非常便宜的，刚才也说了，以后不但不会停止印钱，还会加大力度去印，生怕你不够钱用。第二，不限贷，贷款的目的一般都是没有什么限制的。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不限购。其实你说在台湾或者是香港都有限购的情况，有时候我们会利用我们家人的名字去买房，但日本没有，而且它非常欢迎外国人去买房。简单来说，你可以在这里面囤积你的资产。而第四，它的租金回报率非常的高。日本的房子不是炒的，因为你会发现它的手续费非常的贵，一买一卖就可能要你10%啊。但是租金回报率上面，你随随便便就能够找到5%以上的房子，也就是说1000万的房子，你1年可以拿到50万。但重点是你借了房贷，你可能只投入了500万甚至更少，那你的租金回报率就有10%以上了，而且还没有算上房子的价钱会涨，你持有个10年就回本了。10年以后你每赚的50万都是你的利润，而且你还可以把房子卖出去拿回本金。再而且你的租金只会涨，很难跌的，因为你会发现在日本大部分的年轻人，他们宁愿去租房都不买房，所以日本的租金一般都可以交价高一点。但我这里讲的是长租，不是什么民宿，也就是我们租出去的对象不是旅客，而是对租房有刚需的那些人。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疫情，全世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那这不确定性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我们投资人不干这个，我们只干低成本高回报的事。详情我会在免费指导课透露。所以这里面就牵扯到怎么玩日本的房子的问题。我们投资房子，永远去想到底下一个借我们货的人是些什么人。刚才说了，日本年轻人不喜欢买房，所以如果我们以卖给日本人的心态去选择房子的地段，如果真的有所谓的泡沫，而没有人承接你的房子，那先不管外面整体的泡沫有没有刺破，你的泡沫就先被刺破了，对吧？所以我们要看买得起房还有租得起房的那些人，他们会买哪一个城市。我们看这图，最多人投资房地产的20个城市，东京是遥遥领先的，比第2的纽约还有第3的巴黎还要高啊。也就是代表了这世界最聪明的资金都流进去了日本里面的一个城市，就是东京啊。如果把这排名前3的城市去比较，东京毫无疑问是3者之间平均价格最低的地方，性价比也是最高的，因为东京目前的价格还远远没有到纽约那种变态的程度。Manhattan 的富人区有多贵我就不用解释了。所以我自己要在日本买房的话非常简单，钱会流去什么地方我就去什么地方买。因此我只买东京的房子，因为到时候如果我要离场，我觉得赚够了，那借我货的很大机会也是那些海外的投资人，而不是日本人。所以虽然我是在日本买房，但我赚的钱可能还是我们华人或者是美国人的钱，大家听懂了吗？而且大家只要去过日本就知道，无论是城市的规模 GDP 还是人口的流入数量，甚至你说资源的集中度，比如说你想要 shopping， 你第一个想到的还是东京。我再教大家一个闭着眼睛买房的方法，只要哪里会盖大型的商场，那你就跟着去买那个地方的房子，绝对没有错。
因为大型商场就会吸引到流量，而且你会发现东京越来越多中国内地的人去买，这些呢通常就是借我们货的下家。我自己这些年投资房产的经验，这些人甚至可以做到连房子都不看，价格也不谈，就直接买下了。所以有的人可能会问我，为什么不去买东京外围的房子啊？因为日本人就算公司在东京，他们也不喜欢在公司附近租房子。原因很简单，他们的加班文化很严重，他们宁愿坐1个小时的车通勤，也不愿意在公司加1个小时的班啊。对的，其实东京外围的人口流量也非常的多，比如说千叶、神奈川等等，就是整个关东的地区呢都可以考虑。因为日本只有关东，其他大部分的地区人口流入量都是减少的，只是我本人还是会选择东京。还是那句话，我的对象是那些高素质的外国人。外国人一般到东京上班，通常都喜欢住在这些 CBD 的地段，不会愿意花很长的时间去通勤的。我自己做生意，时间就是生命，朋友甚至亲戚结婚，我都未必会去。为什么我要把我的生命的一部分给你啊？对吧？其实我们只是需要想清楚一个问题，你宁愿买远一点，然后租给那些日本人，租金回报率可以给到你 10%， 还是你去买东京的 CBD， 也就是核心的地带，但只有 5% 的租金回报率呢？我自己还是会去买东京的 CBD， 因为这里的地就这么大，也只有这么多，之后如果要开发的话，也只能在外围开发。那么你外围的地是不是越来越不值钱呢？因为不稀缺嘛，我可以在东边的郊区开发，也可以在西边的郊区开发，那为什么我要到你北边的地方住啊？但中心的地段就不一样了，你可能100年后还是发现日本最有钱的地方还是东京的 CBD， 因为所有的大企业都在这边啊。那听到这里，又有人会问我，东京 CBD 我买不起啊。首先，投资房子的门槛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我自己喜欢在大城市买房，但我买的是越小越好的房子。还是回到原地，你去想，会租你房子的是些什么人？都是我们外国到东京工作的人。他们如果租你的房子，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方便上班嘛。那么这些人会不会在房子里面待很长的时间啊？我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一般能成为高管或是老板的人呢，他们的生活永远是2点一线，早上上班，然后工作到很晚，晚饭都在公司里面吃，回家就是洗澡和睡觉。他们不需要很大的地方住的，跟酒店差不多就行了。所以你千万别以为要在 CBD 买那些豪宅啊、小别墅啊，然后才可以卖出去或者租出去。我告诉你，小房子、小公寓永远受职场精英的欢迎，因为一般单身的人呢会比较多嘛，而且对他们来说，租金还便宜很多。我们投资人永远要记着，自住房不投资，投资房不自住。对啊，房子当然是越大越舒服，当房子越大，你租金的回报率就越低。比如我买1000万的小房子，我1年能拿到50万的租金，也就是有 5% 的回报。而我买6000万的豪宅，我可能只能拿到180万的租金，你看起来很多对吧？那如果我拿这6000万买6套小房子，我就可以拿到300万的租金。因为豪宅实际上可能只有 3% 的租金回报啊，大家能听懂了吗？这里的小房子不是那些用木建造的啊，这些寿命太短了，你一买就贬值。所以如果你能够融会贯通的话，其实全世界的玩法都是一样的。自住的房子通常我自己会选择租，因为便宜嘛，而且还可以住大一点。但如果你想要赚钱的，你想要从投资回报率和周转率的角度去看，拥有这2个投资属性的房子，在大城市里面一般的面积都不会很大的。当然，有的人就会问我日本贷款的问题是不是很困难啊？其实这些对我们来说根本不是问题。首先，你买的是小房子，也就是你借的钱不多，也代表了银行要承受你还不起的风险也不多，所以银行就更愿意借钱给你。那我自己的话，我会用公司，也就是法人的名义去买房的。一般人可能会觉得银行更偏向于借钱给那些日本打工的上班族。对的，因为这些人有固定的薪水，而我们做生意的可能会没有收入，所以自住房的话，通常都用个人的名义去买。但我们买的可是投资房啊，我们投资人在日本成立公司之后，用公司的名义去买房产，那房产的收益是可以作为我们公司经营的收入啊。富爸爸穷爸爸告诉我们避税技巧，大家还记得吗？普通人赚钱是一拿到薪水就要去缴税，而我们公司赚钱
是拿到收入之后先支出，剩下的钱才拿去缴税。换句话讲，如果我的支出大于我的收入，我剩不下钱，那我是不是就不用缴税啊？所以这个世界就算税再怎么贵，像特朗普这些聪明人都不需要缴税的，因为我们有专业的财务团队，所以用公司的名义去买，这样又能够避税，又能够拿到日本经营管理的签证，而且用公司的名义在日本借房贷通常会容易很多。但有一个前提，你必须要用公司的名义去买一栋6000万日元以上的楼，这里面的一栋楼不是大家想的那些高楼大厦，其实就是3-4层左右，然后分割成很多小公寓、小房子。你比如说我朋友，他在疫情这段时间就用9000万日元左右买了一整栋楼，分割成7户小公寓，然后你可以把6户都租出去，然后你自己用其中的1户作为你的公司注册地。基本上在东京呢，这些你都是不怕租不出去的。那么他投入的资金呢是一半，也就是4500万日元，因为有杠杆嘛，所以他每个月还可以拿到8%左右的租金回报。因此你可以看见，在日本用公司的名义拿到贷款其实不难，因为我身边有太多活生生的例子了。有的银行甚至愿意让你付30%的头款就好了，你预计2到30万美金就可以了。门槛相对其他的大城市，比如说你跟北京、香港、纽约、台北去比较，我觉得还是蛮低的。但如果你连30万美金都没有的话， YouTube 创业绝对是带你跨越这个门槛的最好途径。无论你是实体店，还是想要副业赚钱，又或者你想要自己当老板，当今这个世上能够减低你跟大财团差距的就是做自媒体。因为就算一无所有的人都可以拥有个人的品牌，你只需要一台电脑和手机就可以马上赚钱了。哪怕你在家还是环游世界，钱都是自动流进你的口袋的。你需要的就是执行力和坚持。也许一开始赚不到多少钱，但是只要一直做下去，总归能够有意想不到收获的。当然，这些你自己慢慢摸索的时间是绝对可以省略的。如果你想要把一个人把一套研发好的系统，把创业营销所有的道语术直接给你复制，让你套用到自己的身上，那么我真心的邀请你在影片描述栏上的连接加入我们创业商学院的大家庭。我会把我差不多40万订阅的数据、市场调研，包括我所有制作缩图、设计、剪辑、SEO 等等的技巧，然后还有做什么内容会爆款、怎么找灵感、怎么说话等等的核心招式，都在里面传授给你。就算你没有学过艺术，没有接触过销售，没有试过创业，你都可以像我的弟子一样学会。如果你需要在这个市场上领先的一个师傅，手把手的带着你，现在加入，除了前期的优惠，我还会送赠财富自由品书会的会籍。我们团队会在里面解读100本书，而且我还会举办不定期的财富自由课程。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几千人的 Facebook 群组，让我们一起抱团，目标就是至少成为你所在地方收入前10%的人，这绝对不是梦啊。那么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帮助富人的，就是当我们创业赚钱以后，拥有了第一套房子，再透过滚雪球把房子滚得越来越多的时候，经常就会有银行的人带着最低的利率、最低的头款首付的比率，带着他们已经内部认可的房源，主动的来找我们，求着让我们去投，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名下的这些租金回报足够的稳，现金流越稳，银行就越喜欢我们，他们也想做我们生意嘛。毕竟他们的政府印了这么多钱，但银行毕竟也不是慈善机构啊，银行挑客户就只喜欢这样稳定的有钱人，他们会主动的带着你去投资赚钱。所以你上了这辆车以后，你绝对是一个正向循环。那当然，房贷的话其实还有其他的方法，因为我不用，我就没有研究了。比如我听说有的银行会看海外的税单，比如说你是台湾人，他们可能会看你台湾的税单，又或者我好像知道有些人他们的朋友在日本自己开公司的，然后他的朋友请了他当员工，给他发薪水，然后跟着规矩去缴税，那这样也可以拿到日本的房贷，你甚至可以跟银行借多一点钱。又或者其实有很多的房仲都有合法的办法去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不然也不敢跟你推销啊，对吧？这些你找自己国家的房仲会比较清楚，你去问日本的房仲，他们也未必知道。能听懂了吗？很久以前我也看不起日本的房子，直到我遇见拥有超过100套房子的朋友，我才发现自己的格局还是太小了。因为当初的我就是抱着我自己赚不到，然后别人也不可能赚到的态度去看他的。其实这次日本贬值，
外国资金去抄底日本房产，确实也是我们的机会，在日本这个地方去布局资产，让租金和被动收入去为我们带来现金流。最后，希望这个世界不再有暴力，大家一起传播和分享正能量。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接下来每周四8点30分，我都会继续分享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礼拜不见不散，拜。